Hello，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中晚上好，这里是旭日梦，好久不见。今天这期视频是2026年5月份最新的模组推荐，4月份呢共发布了348款模组，本期视频推荐其中的14款。第一款北太平洋地图扩张勘察家与千岛群岛，内容如标题所示，作者将地图扩展到了远东与西伯利亚，加入了完整的勘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如果你想要找个偏远的地区修仙，这地儿绝对是首选。模组呢，同时整合了新米勒圆柱形投影，虽然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专属机制，但是胜在真实且违和感低。千岛群岛的低人口修正也能在开局规则里关掉，自带简中本地化，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先订阅试试看。第二款，冒险者不会导致国家破产。冒险者的合同奖励是从对应领主的卡中直接划走的，而很多领主呢其实是承担不起这个费用的，这就导致冒险者在某个地方待久了，会导致当地的领主破产。订阅该模组后呢，部分冒险者合同的报酬将会凭空生成活薪钱。为什么说是部分呢？作者认为类似于战争雇佣的合同，还是应该让领主来付这笔钱的，这样呢更合理一些。还有伏击合同，被伏击的目标损失的还是自己的钱。第三款，羞辱与施暴先说明一个点，这个不是成人模组，羞辱指的是仇恨的这种羞辱。我干嘛解释这个呢？作者在游玩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讨厌的人不讨厌自己，因为自己的一个角色呢太有魅力了太酷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订阅模组后可以写一封这个辱骂的信件，发送给你很讨厌但是对方却很喜欢你的这种人。如果你觉得力度不够可以策划一场伏击，喊几个大汉去给对方打一顿。如果你觉得这种力度还是不够这才哪儿到哪儿那么你可以选择绑架对方的孩子或者家人接着割一块肉、切条腿儿，或者是挖了眼珠子做成宝物，接着送给对方作为礼物如果说这依然不能满足您那就兵戎相见吧。与仇人交战的时候呢，会弹出战场决斗的事件械斗，今儿必须得死一个。对了，如果 AI 恨你，他们也会做出这些行为的，请务必小心。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和无一汉化，订阅任意即可生效。第四款，伊比利亚征服者，这个按照作者话来说呢，是增强了伊比利亚的命运 DLC， 增加了更多深度、风味和历史的细节，但实际上东西其实没有很多。首先呢，新增了一个伊比利亚征服者的传统，多了一个伞兵和一个轻骑兵，还有一些对应的加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加泰罗尼亚的诞生决议就这样，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第五款，唐氏贸易系统，仅适用于 1.19 版本。这个模组呢，我觉得用言语都不足以描述了，我推荐大家自己订阅去试试看。这是一套贸易系统你可以雇佣贸易使节去和其他领主谈生意，领地的发展度、地形控制力，甚至对方对你的好感度都会影响收益。还有一个账本的系统，一目了然自己的整个跨国贸易网。目前处于贝塔阶段，大家可以切到 1.19 版本试试看，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第六款，未定之命，十字军伊朗风味决议，老牌国人作者的模组一句话介绍，这款模组主要围绕着特殊决议，为中东地区增加了一些风味化的内容。具体来说呢，就非常的细致了。拿海外帝国举例来说，首先呢是放宽了成立的相关要求，提高了决议完成的奖励，3个新的兵士，可以成立十字军霸权。成立了之后呢，可以通过决议招募4个新的海外兵士。除了海外帝国呢，还有拉丁帝国、三角波斯、达尔伊斯兰和一些通用的决议。目前仍在持续更新，非常推荐大家订阅。第7款，林翩翩庆漏杰克决议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算是二创吧是基于最近的一款名叫哀魂的国产 God Game 的衍生模组。我没玩过这游戏开发商其他游戏呢也只是听说过没玩过，但是热度很高这个模组的订阅人数呢也不少，所以提这么一嘴感觉挺有活的就这样。第8款，脆弱童年，这个算是沉浸和增加难度的模组吧。CK3 这个中世纪在儿童健康这一块过于光明了，夭折率低得离谱。订阅之后呢，小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有 1.9 的健康惩罚，并且每年都会有很大的概率感冒或者肺炎，冬季还会进一步增加得病概率。得病后，疾病对儿童呢也会更加致命，就像是疾病对老年人会有额外的惩罚一样。
健康惩罚和得病概率呢，会随着儿童的年纪增长而不断减小。在儿童长到了12岁时，这就算是基本活下来了。根据留言讨论判断，难度增加的可能太多了，孩子有点太难活下来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订阅试试看，我就不是了。第9款迷离之谜啊，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模组来了。主要呢是2个决议，第一个呢是去森林里找女巫搞点神秘仪式啊，你的学识还不能太高，太高就不至于找女巫了，而是追求更高级的一些东西。找女巫呢会获得一些增益之类的，代价呢可能是卸载个眼球或者生殖器官什么的啊。再来说更高级的一些东西，炼金、神秘学、神学和为了自己而学习啊。奖励呢包括了20余件神器宝物、治疗疾病、获得智慧和力量等等，当然了也包括死亡。我自己呢是很喜欢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模组的啊，之后呢说不定也会做一视频，本地化整合于即时汉化。写文案的时候呢还没有完全的翻完，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大概率已经翻完了。第10款少女与浴室啊，或者是另一个更加通俗的翻译啊，洗大澡。我们作为领主呢，每天日理万机，或需要一些特别的解压手段，就比如说去浴场泡泡澡啊。当然了，如有需要的话，浴场还提供一些特别的服务，比如说花点钱找个妹子来个鸳鸯浴啊。如果你是女性领主或者其他的取向啊，也可以花点钱找个美男子来鸳鸯浴。除此之外呢，还新增了一个职位，你可以雇佣一位宫廷交际花啊。好了，大概就这样。本地化整合于即时汉化和无意汉化，订阅任意即可生效。第11款仪容仪表，国人作者的小模组，我个人非常喜欢，玩家反响也非常的棒。模组发布于22号，截止到撰写文案的1号，一共10天，斩获了将近5K 的订阅量啊，非常恐怖的数据了。而具体的模组内容呢，却非常简单，那就是在角色死之后，自动拾取所有的老年特质和疾病特质，死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第12款，成为一个银行家啊！我不好说这个放贷和种田哪个对中国玩家来说更具诱惑力，我觉得不相上下啊，放贷似乎更爽一点。模组内容呢，就是放贷啊，通过外交途径提供贷款给 AI， 对方还完了之后呢，还能继续提供按需贷款。作者表示呢，未来还会加入功能，那就是成立银行，同时向多人放贷，并且吸引 AI 来存钱，提供利息给他们。而玩家要做的就是用这些钱，钱生钱。当然了，有利息就有风险 ，AI 存的钱在他们想取出来的时候，还有没有钱能取给他们，那就要看作为银行家的你了啊！目前暂时还没有本地化。第13款卡梅洛模组在布列塔尼西北方向新增了一座阿瓦隆岛啊，你可以拿着誓约胜利之剑和圣杯，坐在卡梅洛的王座上，建立属于你的圆桌骑士团。作者明说了，这个模组完全没有考虑平衡性，数值给的非常慷慨，主打一个史诗感。除了新宗教和新的文化，还有一堆亚瑟王主题的决议，喜欢亚瑟王传奇小伙伴请务必试试看。本地化整合于即时汉化。第14款继承危机，这款算是4月份最火爆的模组了。内容呢，如标题所示，在老国王驾崩之后，会有一个危机指数的系统，继承人每有一个不良特质加1分，残疾毁容加1分，异文化异教加2分啊，等等啊。如果超过了阈值，那就会爆发继承危机，继位者必须立刻从所在地启程前往首都，其他最多2位潜在继承人也会立刻前往首都，谁先到谁就是继位者啊！当然了，如果没有第一个赶到也不用慌啊，你可以放弃宣称，或者召开大议会，召集全国的强大领主聚于一处，讨论这个王位之争。成功的话，你就会成为正统的国王，回到属于你的宝座之上。又或者是和现任国王谈判，让你或者你的继承人成为下一个国王。那么问题又来了，那假如议会辩论失败，谈判也失败了呢？那么除了放弃宣称外，你还可以发动全面战争啊！当然了，如果你对自己呢有足够信心，也可以不召开什么所谓的议会，直接全面战争啊，用力量夺取王座。战争发起后，领主们就要开始选择战队了。大概1个月之后，战争正式爆发啊！战争呢，可能还不是双方，而是3方，毕竟宣称者不可能只有2个。就算战至双方战争领袖都死了，战争也不会结束。战争呢，会持续到某一方的彻底失败而结束告终。本地化整合于即时汉化，
有假中文。好了，本期的模组推荐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对您有所帮助，请务必3连关注。不知道大家对本期哪款模组最感兴趣呢？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这里是旭日梦，我们下期见。